上期说到一面染血的古镜，一个被诅咒的名字，午夜0点写下它，活人必死。懦弱学生张安忍辱3年，却在神秘镜子上写下霸凌者的名字。第2天，谢天豪离奇坠亡。更恐怖的是，镜子被偷了。小偷黄大仙用它连杀警察、高利贷黑手，甚至749局调查员也惨遭毒手。废弃工厂暗藏鬼影，后视镜中惊现白发老妇，今晚追凶，古镜诅咒能否破局？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一名警察吓得连礼貌都忘记了，直接对我吼道：半夜3更的，你刚才鬼叫什么呢？你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我摇了摇头，却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解释，同时尽量将身子往靠背挤，想要离那个后视镜再远点。因为就在刚才，那个原本只是在镜子里注视着我的老女人，竟然从后视镜里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臂，缓缓朝着我的脸庞伸了过来。而对于身在半空中的这只手臂，除了我之外的另外3个人却没有半点反应，就好像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见一样。停车！停车！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叫我赶快离开这里，和那个镜子中的女鬼有多远就离开多远。我遵从了脑海中的这个声音，开始死命地砸起车窗来。见状，驾驶座上的司机只能踩下了刹车，开始逐渐降低车速。与此同时，他们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显然是另外3辆车见到我们竟然慢了下来，打电话过来询问原因。一名警察刚接通电话，正准备回答，他的眼睛却突然紧盯在了我的脸上，同时伸出手指指着我的脸道：你的眼睛！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眼睛，顿时感到手指上的湿润，低头一看，却发现竟然是有一行血泪从自己的双眼中流淌了下来。与此同时，我的双眼也开始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疼痛感，这种疼痛简直可以用钻心剜骨来形容，就好像是有人在用手指抓着我的眼球，想要将我的眼珠子从脸上挖出来一样。再回过头，发现那老女人从镜子里伸出的手臂距离我的眼睛已经只剩下了不到10几厘米的距离，那长长的手指甲正不断朝着我的双眼舞动。每一次动作之后，我的眼睛就会感到一种刺痛，就好像他的指甲真的碰到了我的眼球似的。这时候我心里已经非常确信，我眼前的这个女鬼一定就是张安对我提到的他在摸到古镜时听到的那个声音的主人。也就是这个女鬼杀死了谢天豪、蒲苍流他们，而现在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也成为了这个女鬼的目标。她正要如同对付之前几名死者一样，从镜子中将我的眼球挖出来。见状，我完全无视了车子尚未停下的现状，咬紧牙关，捂住眼睛，随后一把将车门拉开，从车上跳了下来。虽然车速已经放缓，但我仍然还是在地上滚了好几个圈，身上顿时被路面上的石子割出了许多细小的伤口。不过让我庆幸的是，随着我和警车的距离逐渐拉开，眼睛里的疼痛感也逐渐有了些缓解。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整个事情的真相。当初谢天豪为何会跳楼的原因，恐怕他也和我一样，发现只要离镜子里的那个女鬼远一点，就能减轻自己的眼睛的痛苦。只不过和我不一样的是，谢天豪在混乱中完全失去了镇定，从而选择了一条最为致命的逃生路线，也就是从阳台上跳了出去。黑暗之中，我的视线因为那个女鬼刚才的攻击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依然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急刹车的声音。随后4个光点由远至近，
似乎是高亮他们回来找我了。我顿时慌了神儿，心想如果让刚才那辆警车靠近，我岂不是又会被车里的那个女鬼攻击？想到这儿，我立刻掏出手机拨打起高亮的电话。电话只响了一声便接通了，从手机里高亮尖锐的质疑声传了出来：李四九，你刚才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跳车呀？时间紧迫，我必须在那辆载着女鬼的警车靠近我之前拦下他们。于是我直接挑明说：高科长，我被攻击了，是那个杀死谢天豪他们的东西。什么？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杀死了谢天豪他们？高亮的声音听字非常的惊讶。是个女鬼，我是被一个从镜子里面钻出来的女鬼攻击的，她现在就在我那辆车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她。我看到远处距离我越来越近的警灯，焦急道：你赶紧让那辆车先停下来，不要靠近我，只要那个女鬼在我附近，我的眼睛就会开始流血。我已经让小林叫他们停车了，你在原地等着，我们马上过来。高亮如此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擦干了脸上的血泪，看了下四周，发现自己现在正在一处农田里，看来是刚才跳车的时候滚下了路面。见到远处驶来的3辆警车，我生怕高亮他们和我错过，便跑到了马路边对他们招手。但就在这时候，我脸上忽然又感到一片湿润，那种被人碰出眼球的刺痛感再度席卷而来。与此同时，自己紧握着的手机的手臂上也忽然感到一阵冰冷，好像有人紧紧抓住了我的手似的。我下意识地低头一望，就看到自己的手机屏幕上竟然有一只皱巴巴的枯瘦手臂从里面钻了出来，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腕。一股寒意顿时从我的脊背席卷全身，我被狠狠地吓了一跳，死命地将那枯瘦手臂从自己手腕上扒开，紧接着就把手机扔了出去。一声轻响，手机摔在了地上，但它的屏幕却正对着天空，而那只枯手竟然还伸在那，似乎想要从手机里爬出来似的。我的脑袋一下就大了，也不顾已经靠近了的警车，拔腿便想要远离那个手机，就连身后高亮他们的呼喊也都顾不上了。在农田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我竟然来到了一处小池塘的边上，身后那个女鬼已经不见了动静。我正心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女鬼竟然又会从我手机里钻出来。忽然面前的池塘里泛起了水波，一个浑身臃肿、面部腐烂不堪的苍老女人的头颅竟然缓缓地从水里钻了出来，竟然又是那个女鬼。在见到她的同时，我的脸上再度感觉到了一股刺痛，这股刺痛痛入心脾，让我感觉自己的眼珠就快要爆出来似的。慌乱之中，我只能眯着眼睛拔腿就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那个女鬼一直要追着我？为什么无论我逃到哪里，她都会出现呢？我拼命地想找出原因，可是脑袋却开始变得昏昏沉沉，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眼睛里流出的血泪已经太多了，还是因为那持续不断的疼痛让我快要痛昏了头。没坚持几分钟，我便失去了意识，一个踉跄倒在地上。正昏昏沉沉的时候，就听见耳边一个急切的声音对我说：四九，四九，你怎么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7、8个人影站在我的身前，我的脸上都是血污，一时之间没有认出来他们是谁。谁呀？四九，你没事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随即我便感到自己的头被枕在了一双柔软的大腿上，鼻尖还有香气传来。一个人替我擦干了脸上的血迹，我揉了揉眼睛再看过去，发现是高亮他们站在我面前，而那个抱着我的人
不用说，正是林千怡。哎呀，还好没事啊。高亮长出了一口气儿，蹲下来看了看我的眼睛。你的眼睛似乎没什么问题啊，刚才到底怎么了？不是叫你待在原地吗？怎么还到处乱跑呢？我稍微喘了口气儿，让林千怡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四处看了下，周围除了高亮他们，似乎并没有看到那个女鬼。我定了定神才说道：是那个女鬼，她一直在追着我。我组织了下语言，也不管周围还站着的那些警察，不顾一切的把之前看到的全说了出来。那些还不知道真相的警察们听了，一个个愣在了一旁，而高亮则扫视了一下四周，见到有人手上正拿着手机，立刻喝道：都把手机收起来，所有可以反射光线的东西全部盖上。三胖疑惑地问：高哥，这是干嘛呀？照49说的情况，我怀疑那个女鬼一定是依靠镜子进行移动的，所有可以反射光线的东西都会把它招出来。听到这儿，三胖立刻将身上的手机塞进了口袋，而那几个警察却还站在那儿发愣。那个高领导，你能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别发愣了，赶快把手机收起来。高亮没给什么好脸色，见到他们愣住不动，自己冲了上去，将几个人身上的手机塞进了他们的口袋，连带着液晶屏的步话机都没有放过。但就在这时候，我的眼睛却又刺痛了起来，耳边同时响起了林千怡的尖叫声：49，你的眼睛！该死！我大骂了一声，心想难道高亮的猜测是错误的？那个女鬼其实不只拥有在镜子中移动的能力吗？但就在这时候，我却看到了一双充满怒意的血红色眼睛，竟然从三胖的眼镜里瞪着我。原来是眼镜！我们竟然忘了，三胖戴着的那副眼镜也是镜子。我刚要叫出声的时候，从三胖的眼镜里，一只惨白的手已经伸了出来。这只手好像可以无限延长似的，直接抓住了我的喉咙，让我连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我没想到，那个女鬼竟然要阻止我提醒三胖。见到我忽然好像被人卡住了脖子，一旁瞪大着眼睛吐着舌头的林千怡再次紧张了起来，在我耳边不断呼唤我的名字。而好死不死的三胖竟然也向我走了过来，而随着三胖的步伐，那个女鬼的另一只手臂也从眼镜片里伸了出来，屈指成爪，眼看就要抓向我的眼睛。而三胖却对此仿佛毫不知情，仍然一步步向我走过来。完了，三胖，我日你祖宗！因为恐惧，我的全身都在痉挛着，彻骨的寒意霎时向我涌过来。我已经仿佛看见了自己眼珠被挖出来之后惨叫倒地的景象。就在我的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眼看就要崩溃的时候，抓住我喉咙的那只手臂忽然消失了。紧接着，那正伸向我眼珠的另一只手也无影无踪。我刚才差点感觉要爆炸的眼珠也恢复了正常，痛感如落潮的海水一下子散去。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知刚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汗水划过我的脸颊，滴答滴答的滴落在地上。那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在地上整整坐了3分钟，我才回过了神儿。抬头看去，高亮他们正把我围成一圈，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而三胖似乎到现在还不清楚刚才他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见到这小子的胖脸儿，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从地上跳起来后，便抓住他的眼镜扔在地上猛踩。喂，49，你他妈疯了吗？老子的李鹏眼镜哎！三胖气急败坏的心疼道。我却比他更生气。你给我滚一边去！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我刚才差点被你的眼镜害死了，明知道鬼会从镜子里面出来袭击我，要不是你还戴着一副眼镜一直往我这边凑。说到这儿，或许是我气血上涌，眼睛又有些疼，不过还好，这种疼和刚才感应到附近有女鬼时的那种疼痛明显是两码事。三胖被我说的愣住了，他朝自己的眼镜看了一眼，似乎是想到了刚才竟然有女鬼从他的眼镜里钻出来，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高亮走到我的身边，扒开我的眼皮看了几眼，他没事，就是眼球有些充血。从活下来的喜悦中镇定下来，我稍作冷静，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但是对于最后那个女鬼为何会消失不见，我却想不出原因。高亮倒是想到了一个可能，他拿出自己的手机，先是小心翼翼地在我眼前晃了几下，确认我没有看到什么女鬼后，便打起了方健的手机。结果我们从电话里听到，原来刚才救下我的竟然是方健他们这些二科的人马。比我们先走一步的他们，在我出事之前几分钟的时候已经赶到了玻璃工厂，并且在工厂内找到了黄大仙儿和他的一个同伙。据方健所说，在二科发现黄大仙儿时，他正在用矿泉水在一面圆镜上写字。因为已经从我们这儿听到了古镜的情报，方健立刻让人制服了黄大仙两人，但是却没有来得及阻止其完成写在镜子上面的一行文字。而让二科的人吃惊的是，黄大仙在镜子上写下的那一行文字竟然就是我的名字。见状，方健立刻便想要把名字从镜子上去除，然而明明只是用矿泉水在镜子上留下的名字，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擦掉。情急之下，方健最后迫不得已直接将那面镜子砸了个粉碎。也就是在那一刻，正在袭击我的女鬼便消失了。听完了方健的陈述，我顿时感到有些后怕。刚才要不是方健他果断砸碎了镜子，恐怕我已经死在了那个女鬼的手下。我现在正在审问黄大仙儿是怎么害死小王他们的，你们若是还有胆子，就自己过来吧。说完这些，方健便挂断了电话。林千怡看了看我，对高亮问道：高科长，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49受了伤，最好还是先送他去医院检查下比较好啊。高亮却指了指我背后，说道：来都来了，那就先过去看一眼再走吧。我们几个回过头，才发现那座原本是我们此行目的的玻璃工厂，竟然就只距离我们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看来是我刚才为了躲避女鬼下意识的胡乱奔跑，结果就慌不择路的跑到了玻璃工厂附近。想到那面造成这次一系列事件根源的古镜就在工厂的某个角落里，我忍不住对高亮的提议表示了赞同，同时对林千怡表示自己没事。没办法，林千怡只能同意了我的请求，扶着我朝玻璃工厂走去。过去的路上，三胖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而那些反扒队员和小警察们则安静地跟在我们身后，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事到如今，就算是再怎么不相信的人，也能从我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中猜到这次事件的大半真相。这一次的事件恐怕和鬼魂有关。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好笑，甚至令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可刚才他们亲眼看到了我的眼睛凭空往外冒血的遭遇后，他们也没法不去相信。三胖走到前头，回头看到这些警察们一脸想问却不敢问的表情，忍不住对他们说道：你们现在什么都不用问啊，一会儿见到了黄大仙呢，让他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了。小警察他们随即点了点头，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没走几步路，我们便进入了玻璃厂。这个玻璃厂
约莫有800-900平米。厂房分为上下2层，里面不但漆黑一片，而且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在厂房外面时，我们已经从外面的窗户上看到2楼里传来的手电筒灯光。高亮猜测方健他们就在那里，因此便径直领着我们走上了2层。在楼梯口的时候，三胖忽然大叫了一声，把我们吓了一跳。高亮没好气地问他怎么了，三胖才战战兢兢地指着楼梯旁的一处阴影，说自己刚才好像看到了鬼影。鬼影？一听到这儿，我脑海里便浮现出了刚才差点要了我小命的那个女鬼，忍不住后退了几步。不过这时候高亮却打开了手机，用手机上的闪光灯朝着阴影扫了一下，让我们看清了所谓的鬼影原来不过是一面依靠在墙上有些破烂的镜子里反射出的人影而已。朱顶天哪，早知道你胆子那么小，我说什么也不会把你招到局里。高亮没好气地说。三胖自知理亏，也不敢辩解，低着头直接走上了2层。在2层的一个办公室模样的房间里，我们果然看到了方健他们。除了他们之外，房间里还有2个我非常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个自然是白天我在校园中遇见的黄大仙了，而另一个面孔则是白天冒出来自称警察，随后将黄大仙带走的那个男子。果然如高亮之前的猜测那样，这个人就是黄大仙的同伙，看起来是专门负责替黄大仙做掩护的。我们赶到的时候，黄大仙和他的同伙正被手铐铐在了铁窗上。方健站在一旁，时不时对他们说些什么。一个2科的调查员对我们解释，说方健正在审讯他们，让我们在一边稍微等会儿。高亮问起那面古镜，那名调查员便指了指距离黄大仙脚下不远处的一团黑影，说那面古镜就在那里。不过在他们赶到时，因为在古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而被方健砸成了碎片。高亮拿着手机朝着他指的位置照了一下，果然看到在地上有一面看起来古色古香的镜子，镜子呈圆形，差不多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在边框上雕刻着许多女人形状的花纹，和张安对我们的描述完全一致。高亮蹲在地上，将闪光灯对准了镜子的原框，仔细扫了一遍。我在一旁问道，高科长，能看出点什么吗？这镜框看上去倒像是件古物，就是不知是什么朝代的。高亮说道，可惜了，这东西起码应该是一件乙级收容物。我忙说道，不可惜，要不是方科长出手，我刚才可就死了。高亮呵呵笑了一声，正想说话，一旁却忽然传来了黄大仙同伴的惨叫声。我们回头看去，估计是深恨自己的2个部下死在了黄大仙的手上。审讯的时候，方健明显用上了一些手段，他以前就是警察呀，对于这些手段自然是熟悉无比。没有2-3下，就让黄大仙的同伴惨叫连连。我在一旁看得发愣，对于看起来如同文质彬彬、长得像私企经理一样的方健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有些意想不到啊。不过转念一想呢，却又觉得合情合理。毕竟他以前可是一名优秀的警员，又不是真正的私企经理。这次死的人是他的2名优秀的部下，身为上司的方健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啊。更何况我们也不是真的警员，而是749局的调查员，在我们的员工手册上可没有不允许用刑的规矩啊。因此对于方健这种不合常规的审讯，2科的人并没有出声。我则是因为自己刚才差点死翘翘，也对黄大仙恨得不行啊。至于站在一旁的那些反扒队员们，自然也不会替害死他们队长的凶手来求情。到最后呢，只有那个一同跟来的小警察忍不住对方健说，方领导啊，你这样做
好像违反纪律了吧？纪律？公安部的纪律管不到我们。方健没有回头，只是如此回了一句，便继续在黄大仙的同伙上使了把劲儿，让对方惨叫声又提高了几个分贝。小警察还想再劝几句，却被一个2科的人拉住，用一句等会儿会给你解释打发掉了。这时候在边上看着自己同伴不断惨叫的黄大仙儿已经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当方健将目标转向他之后，还没正式开始，也就是刚吓唬了几句，他就慌不迭地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吐露了出来。我全部说。在方健的追问之下，黄大仙儿吐了实情，满脸恐惧之色。就如同我们已经打听到的，当初偷走了张安的古镜的人就是黄大仙儿。自从出狱后，他便放弃了原本在街头扒窃的勾当，转而和自己的狱友，也就是现在身边这个嗷嗷惨叫的男人，将目标转向了大学校园。某次他在进入学校宿舍楼盗窃的时候，无意中从一个衣柜中找到了一面古镜。第一眼见到这面古镜时，黄大仙儿还以为这是一件古董，可是当他的手指触碰到镜框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也如同张安一样，出现了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他，只要在午夜的时候将某人的名字写上，就可以杀死那个被写上了名字的人。起初黄大仙儿还以为这只是他自己的幻觉，但是这时候他恰好在校园内听到了有人正在谈论谢天豪的死。一番打听之后，他便发现自己的这面古镜就是在谢天豪跳楼的宿舍里找到的。打听到这个消息，黄大仙儿便忍不住怀疑，那个谢天豪是不是就是被这面古镜杀死的。于是呢，抱着尝试一下的心情，黄大仙儿决定照着自己听到的那个苍老女人的指示，在镜子上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而被他作为实验目标的第一个人物，便是当初将他亲手抓获并且送入监狱的蒲苍流。那一天，蒲苍流刚刚下班回家，黄大仙儿亲自守候在他家楼下，等到午夜刚过，便在镜子上写下了蒲苍流的名字。之后没多久，黄大仙儿便在楼下听到了楼上传来的惨叫声。他潜伏在小区的阴暗处，一直等到亲眼看见盖着白布的担架从蒲苍流家中被抬出，才确信了自己手上的这面古镜真的有杀人的能力，能够隔空杀死一个人，却完全不用担心留下半点证据，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黄大仙儿的内心不禁开始生出无限的贪欲。不过因为担心事情败露，被警察发现蒲苍流的死与自己有关，黄大仙儿并没有立刻轻举妄动，而是躲在自己的贼窝中蛰伏了好几天，甚至还故意去一间超市偷了点东西，被人送去了派出所，以此来打听警方是否将蒲苍流的死与他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他的存在，警察却没有半点怀疑。被治安拘留了5天之后，黄大仙儿就被放了出来。见此情景，黄大仙儿终于放下了自己的警惕心，开始谋划起如何利用这面古镜，准备利用这面古镜来赚一笔大的。不过就在这时候，那个名叫王涛的高利贷男子找上了他。因为嗜赌，黄大仙儿在王涛那儿欠下了不少钱，而他这次被治安拘留，让他错过了原本的还款期限。结果上门催债的王涛狠狠揍了黄大仙儿一顿，也因此触动了黄大仙儿的杀机，将他定为了自己的第2个目标。听到这儿呢，方健狠狠地踹了黄大仙儿一脚，怒吼道：“那我的人呢？你为什么要杀我的人？”黄大仙儿一脸不解地看着他，完全不明白方健到底在说什么。你的什么人呢？我只杀了蒲苍流和王涛2个人呢。王阳明、侯阳芳，他们2个不是被你杀的吗？闻言，黄大仙儿陷入愕然之中，木讷地摇头道：“没有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阳明和侯阳芳啊！方健明显是不相信，又是一顿连踢带打，把黄大仙打得已经快要处在崩溃的边缘，哭着跪在地上，也没问出什么。看到这一幕，我们不禁怀疑，难道这个黄大仙与2科的2名调查员的死无关？这时候高亮也走了上去，把已经处在暴怒状态下的方健拦了下来，随后对下腰对黄大仙说：你不知道王阳明和侯阳芳，那死在你老窝里的那个男人呢？他就是侯阳芳。听到这儿，黄大仙顿时止住了哭声。是他？我知道，可他真的不是我杀的呀。不是你杀的，人怎么会死在你的贼窝里呢？黄大仙痛哭流涕道：这位领导，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在镜子上写了王涛的名字之后呢，就把镜子藏在自己家里，然后跑出去确认王涛的死讯。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个陌生人已经死在我的家里了。黄大仙解释道，那天他看到有个陌生人突然死在自己家里，我还以为是遇到了同道中人。虽然他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会死了，可是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死状时，就感到有些害怕，因为他竟然和蒲苍流他们一样，眼珠子被人挖了出来。黄大仙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死的，又害怕警察会因此怀疑到他，便连夜把侯阳芳的尸体搬了出去，扔在了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他随后返回自己家中，匆忙清理了一下血迹后，仍然觉得不放心，自己家里竟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就难保不会有第2个陌生人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他就带着古镜来到了南郊的第2个窝点，也就是现在我们身处的这间玻璃厂。黄大仙原本想躲个几日避避风头，可却架不住手头越来越紧，今天便再次约了自己的狱友去了大学，想要再捞一票，结果却被我撞见坏了好事，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之前我在将他移交给那个狱友的时候，曾经留下过自己的名字，黄大仙便趁着夜里自己的狱友睡着的时候，想要在镜子上写上我的名字，杀了我。怪不得我刚才被袭击了，就为了这件事情，你竟然就要杀死我呀？人命在你眼里到底算是什么呢？我气愤地指着他说不出话。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刚才会被那个女鬼攻击，原来是因为白天在黄大仙的狱友那里留下了我的名字，仅仅是这个差池，差点让我丧命，真是让人意想不到。这时候方健插嘴道：四九，你被攻击了，要不要紧呢？我连忙把刚才遭遇到的情况以及那个从镜子中冒出的女鬼告诉了他们。说到这儿，仍然感到有些后怕。幸好方科长你把镜子砸了，要不然呢，你现在也看不到我了。听完了我的遭遇，方健却忽然沉吟不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难怪王阳明他们会遇害，这次的事件根本与鬼魂无关，袭击你的应该是一种诅咒。诅咒？我忙问方健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袭击我的那个女鬼其实并不是什么鬼魂，而是黄大仙在镜子上所许下的诅咒。这面古镜的真正能力并不是召唤什么鬼魂，而是依据使用者在镜子上留下的名字，对他人施加死亡的诅咒。而袭击我的那个女鬼便是诅咒的化身。诅咒和鬼魂不一样，有些类似西方的魔法。我们在视频里看到念出了道家咒诀的王阳明依然还是被杀死，就是因为用道家咒诀对抗诅咒，就好像是对牛弹琴一样，不会有任何作用。听方健提到了王阳明，高亮又对黄大仙追问道：死在你家里的那人是我们的同事，他叫侯阳芳。我们发现在他临死前留下了一行血字，但因为被你擦了而无法识别出来。你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吗？这个黄大仙想了半天，竟然又哭了出来，说他真的不知道。当时他怕有人发现，
连夜把地上的血都擦了，根本就没有注意过地上有什么血渍。就算有，他当时也一定不可能注意到。放你娘的狗屁！方健明显不肯相信黄大仙的话，又对着他踢了几脚，只把黄大仙疼得哇哇乱叫。别打了，别打了！我想到了，对。黄大仙哭丧着脸说：“是不要打碎镜子，那个人写的是不要打碎镜子，不要打碎镜子。”方健微微一愣，停住了手。不要打碎镜子。侯阳芳留下的死前留言原来是这句话，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侯阳芳临死的时候会提及镜子这种东西？难道是因为他也发现了这次事件的真相与古镜有关？可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又会死呢？一时半会儿谁都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没有想到，我们虽然发现了事件的真相，找到了真凶，可到目前为止，整件事情仍然充满了谜团。我把疑问都和林千怡说了出来，想让她也帮我想想，可是林千怡却也想不明白。我们正思量着，三胖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和林千怡的注意。四姐，林姐，你们过来看看这面镜子，好奇怪呀！我回过头，发现三胖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副备用眼镜，戴在了脸上，正蹲在那面被打碎的镜子旁，弯腰俯视着躺在地上的镜框。我和林千怡一起凑了过去，问道：“哪里奇怪了？你们看镜子里面的地面，怎么一片漆黑的呀？”闻言，我朝地上看去，也忍不住咦了一声。那面被打碎的古镜此时就在我的脚下。奇怪的是，那些镜子的碎片都分散落在了镜框的外侧，而在镜框的内侧却是一片漆黑，看不到半点镜子的碎屑。最为古怪的是，我说的那种漆黑是如同墨水一样的黑色，可是玻璃工厂的地面却是那种水泥地板。虽然在此刻昏暗没有亮光的房间里，这种水泥地板看起来也有些黑不溜秋，但是和古镜镜框内侧的那种黑色仍然相差甚远。奇怪呀，这地上的是污渍吗？林千怡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一下那团黑色的地面，但就在这时候，异状出现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漆黑的地面时，本应是水泥地板的地面却忽然如同水池一样被我的手指弄出了一团波纹。我们三人顿时大惊失色，从地上跳了起来，互相看了一眼。三胖问我道：“四九，你刚才看到了？”“看得一清二楚啊。”“林姐，你刚才感觉到了什么呢？”“刚才我的手指好像碰到了冰水一样，现在手指上还有那种湿湿的感觉。”被打碎掉在地上的古镜内侧为什么会变得如同一片漆黑的池水一样？简直就好像是这面破碎的古镜变成了一道科幻片里常见的时空之门。听到刚才我们三人突然响起的叫声，正在讨论着什么的高亮和方健两人同时转过头来。“小林，你们吵什么呢？”三胖立刻指着地上，把我们刚才看到的告诉了高亮他们。听到已经变成了碎片的镜子竟然还有古怪，高亮他们立刻走了过来。正当他们两人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却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不要打碎镜子。我忽然意识到，莫非侯阳芳留下的死亡讯息其实是对我们的警告，告诫我们不要破坏那面古镜。难道说他曾经把古镜打碎过，并且因此而死亡了吗？想到这儿的时候，高亮他们已经快要走到了我们的身边，而几乎就在同时，我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视线。我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什么视线的感觉，但是我的身体却明显感觉到了一丝寒意，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有一个捕食者正瞄准着我。
又好像是自己的脖子正被丝线一点点勒紧似的。这种感觉让我忽然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猜测：别过来！我下意识地将这句话脱口而出，同时对高亮他们伸出了手。距离我们不过只剩下了最后2、3步的距离。高亮他们抬起的脚步僵硬在了半空，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立刻对他们2个说道：高哥、方哥，快点靠！四舅，你再靠！这里有什么东西，很危险的东西。我把自己心里的感觉说了出来，同时目光不断地在四周游走。高亮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只能把自己的猜测一股脑地说了出来。高科长，我忽然想到，会不会侯阳芳死前的留言是警告我们不要打碎那面古镜？方健止住了脚步，皱眉道：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我对他们说，假设黄大仙没骗我们，他并没有杀死侯阳芳的话，那侯阳芳是怎么死的？从他的死前留言来看，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侯阳芳曾经打碎过古镜，而这个行为产生了与别人在镜子上写上名字同样的诅咒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侯阳芳为什么会是和谢天豪他们一样的死法。这可能吗？方健说，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在我们来之前，这面镜子还是完好无损的，根本就没有被人打碎过的痕迹，要不然你也不会被诅咒袭击了。我紧锁起眉头，也明白如果无法想明白这个理由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刚才会遭到袭击。那到底是侯阳芳搞错了，还是我们误会了他的意思？又或者是古镜其实有2面？我正想着合理的解释，目光无意中游离到了自己的双脚时，刚才感觉到的寒意再次游走全身，紧接着我便看到令自己胆寒的一幕。就在我们脚下的那面古镜的镜框内，那如同一潭黑水一样的黑暗之中，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正在那里看着我。尽管那个黑影此刻距离我较远，以至于我还无法看清她的真实面容，但是我依然能够认出这个身影就是之前袭击我的那个女鬼。就在我的注视之下，地上的那个老女人身体竟然开始缓缓地变大，她的身子一颤一颤的，看样子竟像是正要从地里钻出来。我完全被吓懵了。就在这短暂的愣神之际，那女鬼的身影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眨眼之间，一张满是皱褶的手竟然从古镜内侧的黑暗中伸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惊叫出来，一旁的三胖却比我先发出了如同杀猪一样的惨叫声：鬼呀！他的这声惨叫反倒是让我先愣住了。我疑惑地看着三胖：你看得到他？你怎么会看得到？四舅，你在说什么？快跑啊！一边说着，三胖便一边拉着我想要逃离原地。与此同时，林千怡也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臂。我扭头看去，他的脸上也是一片惨白，看起来也是一样被吓到了。不只是他们2个，从房间里的其他人口中，我也听到了惨叫声。看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所有人都看见了那个女鬼从地上钻出来的手臂。不提那些警察，就连高亮他们也大叫着撤出了房间。至于我，则是被三胖和林千怡2人一左一右夹着脱离开了原地。回头望去，那只从镜子里伸出来的手正在不断地向上升起，同时还向着四周漫无目的的到处乱抓。就在我们逃到房门口的时候，那个女鬼也同时从镜子里钻了出来，暴露在了我们的面前。不过钻出地面之后，那个女鬼并没有立刻做出下一步动作，而是安静地站在原地，身体不停地摇摆着，不知道要干什么。距离那个女鬼不远处，因为被靠在了铁窗里，所以无法跟着我们一起逃走的黄大仙儿和他的同伴，此刻正蜷缩在窗户下，用唯一能动的那只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
那就是之前袭击你的女鬼。房门外，三胖一边往里看去，一边在我耳边低声问道。我点了点头，正准备找高亮问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忽然感觉自己的脸上有点湿润。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才发现自己竟然又开始流下了血泪。不只是我，放眼看向四周，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开始往外冒出了血水。但奇怪的是，三胖和方健两个人却是没有任何异常。这时候忽然有一个2课的科员发出了痛苦的声音。不只是他，我也感觉到伴随着眼睛里冒出的血泪，我的眼睛也出现了之前的刺痛感。三胖回过了头，看到我们脸上的血泪，忍不住道：四舅，你们怎么了？我强忍住眼睛的刺痛，已经顾不上会引起房间里那个女鬼的注意，对他们所有人大叫道：高科长、方科长，快让所有人离开这里，不然我们的眼睛会和王阳明他们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亮扭曲着脸对我大叫道。我连忙解释道：是镜子，我的猜测果然没有错，侯阳芳的死亡遗言就是对我们的警告，他在警告我们不要破坏那面古镜，一定是这样的。虽然我的猜测里还有一个矛盾，那就是被侯阳芳砸碎的古镜为什么刚才又被方健砸碎了一次，但是眼下其他人却已经无暇顾及。方健看着不断发出惨叫的部下，紧咬着牙关对他们下达了撤离的命令。高亮也是一样，他想要跑起来，却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在地上，幸好方健在一旁扶了他一把，才没有摔倒。我扶着同样眼角在滴血的林心怡，对他们所有人都吼道：都赶快离开，离这里越远越好，只要和那个女鬼拉开距离就没事了。我的话音刚落，房间内却忽然传出了惨叫声。我回头看去，正好目睹了黄大仙儿和他的狱友的死亡。原本还站在原地摇晃着的女鬼，这时候已经来到了黄大仙儿他们2个人面前，两只满是褶皱的手臂如闪电一样插向了黄大仙儿的双眼。紧接着点点猩红而且粘稠的液体便溅了一地，黄大仙儿的眼珠如同糖果一样被那个女鬼抓在手上，随后塞入了嘴里。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黄大仙儿已经倒在了地上，张大嘴满脸是血的面孔朝着门口，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已经空无一物又血肉模糊的瞳孔。见到了黄大仙儿惨死在自己眼前，那个我们到现在为止连姓名都还不知道的狱友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没等他的叫声散去，女鬼的魔爪便狠狠地伸了过来，把他的惨叫声堵在了喉咙里。就这样，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黄大仙儿和他的狱友被女鬼给杀了，而他们的死也证实了我的猜测。在古镜被打碎之后，镜子中的女鬼也就是诅咒的本体就会失去限制，转而无条件地屠杀四周的一切生命。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就在房间中的2个人接连倒下后，那个女鬼却依然没有停止杀戮的意思，而是朝向我们猛冲了过来。这个女鬼的动作比起之前在玻璃工厂外袭击我时还要快速，眨眼间便来到了房门口。我唯一来得及做出的反应，便是在她冲出来之前将金属制的大门拉上，咚，就好像一辆卡车撞在了大门上，伴随着一声巨响，金属制的大门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痕迹。更令人惊悚的是，这个痕迹正在逐渐加深，就好像那个女鬼要钻破铁门一样。我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掉头朝着楼下跑去。我扶着已经有些看不清路的林千怡，才跑了没几步，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三胖竟然不在我们身边。扭头回望，我的瞳孔骤然一缩，心跳的频率也猛地加快了好多，因为那个死胖子竟然还站在房门前。三胖，
快跑啊！我不禁大叫道。但没想到的是，三胖对于我的叫声竟然没有半点反应。我只看见他的身子忽然笔直的一挺，紧接着便仰头倒在了地上，竟然是已经被吓昏了。这个笨蛋呢！我虽然气得直跺脚，却不可能就这样把他扔在那里。正想要回头去救三胖，却被高亮拦住了。高亮此刻也和我一样，眼角不断地流出血泪。他抹了一把脸，对我吼道：死囚，总而言之，没有时间管那个小子了，快逃啊！可是这是命令。高亮一边对我吼着，一边绕到了林千一身旁，和我一起扶着他就往楼梯走去。我一步三回头，眼看着房门上的铁板已经快要被撑破了，心里又急又气。难道那个死胖子就要死在这里了？忽然间，一个人影向三胖跑了过去。我和高亮都是一愣，擦了擦脸上的血泪，发现那竟然是二科科长方健。方老板，你要干什么呀？高亮急道。你们快走，我眼睛没有事情，能把三胖带走。虽然嘴上是如此说着，可是等到方健跑到了三胖身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抬不动那个死胖子。见状，我也想跑过去帮忙，但这时候房门处却传来了一声巨响，那个女鬼竟然已经破门而出。方老板，方科长！我和高亮齐声的吼道。方健茫然地回过头，就看见一张恐怖至极的苍老面孔正目露凶光地看着他。那个女鬼缓缓抬起了还在滴着鲜血的手指，眼看就要插向方健的双眼，身体却忽然凝固在了原地。几秒钟之后，那个女鬼转过了头，竟然无视了近在咫尺的方健和三胖，开始歪歪扭扭地朝我们奔跑了过来，手指上的鲜血还不停地滴答滴答地掉落着。来不及细想啊，我和高亮立刻扛着林千一继续跑了起来。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不攻击三胖和方科长呢？奔跑中，我气喘吁吁地问道。你问我，我问谁啊？妈的，我已经快要看不清路了。高亮没好气地回了我一句。玻璃厂2层和1层的楼梯并不高，也就只有几十级台阶，可是在眼下这种昏暗的环境里，加上我们俩眼睛里不断冒出的血水，却让我们不敢把步子迈得太大，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但这个时候，我们身后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我回头看去，便能看到那个女鬼恐怖至极的面孔贴在我的身后。眼看距离1层只剩下4、5层台阶了，便能逃到1楼。但就在这个时候，林千一却忽然踏空了脚步。我和高亮为了拉住他，也失去了重心。三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楼梯上摔了下去。这一摔，顿时把我摔得七荤八素，手臂更是被擦掉了皮。当我好不容易爬起来时，却看到林千一倒在台阶下，身体不断冒着血水，而那只女鬼竟然就在距离他只有几层的台阶上死死地盯着林千一。这时候林千一明明应该已经神志不清了，但我依然好像听到了他含糊不清的呢喃：四舅，快跑！林姐！我大叫着爬了过去，就想把林千一从楼梯下拉走。但这时候我却听到了那个女鬼缓缓走下楼梯的脚步声，1步、2步、3步。很快，那女鬼赤裸而又丑陋的脚掌便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之中，而我的眼睛也比之前更加刺痛了起来。虽然那女鬼还没有动手，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眼珠正好像被一股吸力吸引着，不断想要挣脱眼眶的束缚。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要终结了的时候，我和林千一的面前却忽然出现了一个肥胖的身躯。高亮不知道从哪里抬出了一面半人高的长镜，挡在了我们和女鬼的中间。当时我被挡住了视线，看不到镜子的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却听到了一声根本不属于人类的尖叫声。
这阵尖叫一直持续了足足有数秒钟之久，忽然间又戛然而止。而当尖叫停止之后，高亮便一屁股抱着长镜坐在了地上，楼梯上空空如也，那个女鬼已经消失不见了。我顿时愣在当场，一脸的愕然，正要开口询问高亮，就听见楼梯上传来了某样东西滚落的声音。一面圆镜掉落在了我的面前，看那镜子的形状，还有边框上独特的人形花纹，正是张安所说的那面古镜。只不过这时候，那面本应该已经被方剑砸碎了的镜子，现在却又一次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疑惑地看着掉在地上的古镜，又看了看倒在一旁的高亮，以及落在他脚边刚才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长镜，完全不知道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爬到高亮身边问道：高科长，你刚才做了些什么？那个女鬼呢？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问我：你眼睛还疼吗？我愣了一下，随后摸了摸自己的眼睛，又挪到长镜前照了下自己的脸，惊讶地发现自己脸上的血泪已经止住了。不但如此，刚才那几域让我昏厥的刺痛感也消失不见了。不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又回到林千怡身边，看到她似乎也已经没有大碍，只是可能失血过多，加上刚才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暂时昏迷了过去。听到我们都没事，高亮喘了口气，坐在地上斜着眼儿对我们说：看来是诅咒已经解开了。解开了？高胖子，你在说什么解开了？我正想问个明白，从2楼传来了方健的声音。我抬起头，看到方健和三胖2个人正一前一后走了下来。方健走在前头，而三胖则紧紧贴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地朝着下面张望着。高亮就在这时指着他们俩对我说道：总而言之，要不是因为他们2个，我也想不到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竟然会如此简单。说着，他便对我们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如同我之前的猜测一样，在把古镜破坏之后，身为诅咒的化身的那个女鬼也会因为失去了古镜的束缚，攻击周围的一切生命。用高亮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诅咒的反噬。在过去7次9局的几件诅咒类型的收容物中就有类似的现象。如果把施展诅咒的物体破坏，那诅咒就可能失去控制，开始无条件地对周围的物体施加影响。理论上，这种影响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在距离被破坏的诅咒物附近一定距离内的生命都会遭到诅咒的报复。但就在刚才，我们却亲眼见到了方健和三胖2个人竟然会被那个女鬼放过。在我看来，那个女鬼好像是无视了三胖他们，但在高亮看来，他却觉得那个女鬼与其说是无视，倒不如说是有些害怕或者厌恶三胖他们。至于是为什么呢？高亮却一时半刻没有想明白。不过接下来，当我们3人从楼梯上滚落的时候，高亮却正好看到了放在楼梯角落里的一堆镜子。那些镜子应该是这座玻璃工厂的产品，在工厂废弃时被人留在了那里。在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高亮忽然想到了一个共同点，一个三胖和方健2个人都拥有而其他人却没有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2个脸上都戴着自己的眼镜。于是凭借着自己过去在回收处工作的经验，他本能地想到，莫非这个女鬼的弱点其实是镜子？想到这里，他便把楼梯口的一面镜子搬了出来，挡在了女鬼的面前。万幸的是，高亮的猜测生效了。听了高亮的解释，我却依旧是一头雾水，忍不住追问道：这是什么道理？毕竟我之前的遭遇已经证实了那个镜中的女鬼是通过诅咒者周围的镜子和一切类似镜子那样可以反射光线的物体来对被诅咒者进行攻击的。既然如此，那镜子怎么会反而成为女鬼的弱点呢？但是你还记得吗？在那个时候，
只要你想办法离镜子远一些，就能够避免受到诅咒的影响。在我们找到你的时候，如果不是小猪他戴着眼镜，其实你已经安全了。那个时候的诅咒并没有脱离镜子袭击你的能力。我听他这么一说，发现果然如此。在玻璃工厂外，虽然那时候也非常凶险，无论我逃到哪里，总会被女鬼从镜子或是水塘这样的地方攻击。但每一次我逃走的时候，那个女鬼的确都没有像刚才那样直接追上来，一直到三胖出现在我身边时，女鬼才从她的眼镜里对我发动了攻击。我们之前都认为这面古镜和镜子中的女鬼其实是一体的，一个是用来施加诅咒的工具，另一个则是实现诅咒的实施者。但如果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面古镜反而可能是一种用来困住那个女鬼的工具。只要古镜没事，女鬼就不能脱离镜子的世界，对现实进行攻击。即使能够脱离，也只能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一旦和镜子拉开距离，女鬼就无计可施了。但是方老板打碎了古镜之后，却也等于打破了囚禁女鬼的牢笼。他就好像是一直被关在牢笼中的野兽一样，开始对周围一切生命进行杀戮报复。总而言之，对于那些一直被关在囚笼中的野兽来说，最能让他感到害怕的，也正是原本囚禁他的囚笼了。以上便是高亮对我的疑惑想到的解释。当然，他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女鬼重新被古镜囚禁了起来，恐怕也只有那个女鬼才知道了。说完了这些，高亮瞥了一眼三胖，开始追究起他刚才的表现来。三胖啊，你刚才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倒在了地上？听到高亮叫他，三胖立刻凑到了他面前，干笑了几声，支支吾吾的回答道：嘿，高老大呀，我刚才不过就是吓晕了嘛。吓晕？高亮差点没有被他气乐了。堂堂749局的调查员竟然会被吓晕了，你不觉得丢脸，我都替你丢脸呢。回头我就让王军把你调回情报处。三胖听得张大了嘴巴。高老大，你怎么能这样啊？说起来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可能知道那女鬼的弱点竟然会是镜子啊。这次你们能化险为夷了，不也是多亏了我吗？这话说的连我都忍不住要笑了，因为听三胖话里的意思，他竟然是认为这一次他不但没过，反而有功。高亮也白了他一眼，就算没有你，我们也有方老板，戴眼镜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呀。看高亮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三胖顿时一脸委屈，眼角开始使劲的挤着泪花。高老大爷，我上有老下有小啊，还有不少人等着我养活呢，你可不能把我开了呀。高亮立刻回道：求饶钱能不能用点心呢？你还没结婚呢，哪里来的小？再说了，又不是要开了你，把你调回情报处，不是一样能工作呀？不要啊，我死也不要回那里啊！我回去了，5天那家伙肯定要给我穿小鞋的呀。高老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好了，说起来还真的是他的功劳，要不是他昏倒了，我也早就跑掉了，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让你解决这次的事件。方健在一边看了半天笑话，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话。在他的劝解下，高亮才终于放弃了之前的念头，但是仍然提醒三胖，若是再有下一次，一定会把他调走。之后方健联系了最近的回收处基地，差不多天亮的时候，大批打着武警名号的回收处行动小组成员赶到了。在我们的见证下，他们带走了已经复原的古镜，准备将它送回被严密保护的保管处所在地。我看着装载着古镜逐渐远去的车队，心里想了很多。我记得在这次事件之前，我曾经还问过林千怡，如果能将749局掌握的事件对全社会公开，集结所有人的智慧的话，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技术和能力。林千怡却取笑我的想法有些天真。现在我明白了，
有些收容物的确还是让他永远不见天日更好啊。看起来749局是在收容那些未知物，其实却是在让他远离无法揣测的人心，远离那些隐藏在人心深处，一有机会便会无限膨胀的欲望。就好像是这次的黄大仙儿，还有那个张安，一面能够随意杀人，不受任何限制的古镜，就能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如果不是这次我们找到了古镜的线索，像蒲苍流那样不明不白死去的无辜者，恐怕将难以计数。当我们回到临时住宿的酒店时，继回收处之后，专门负责处理善后工作的外事处也来到了八城。他们的工作是负责清理这次我们在行动中露出的一切痕迹，其中自然也包括顺带清理八城警局里相关者的记忆。在他们的操纵之下，这次的事件对外最后的公告被定义为了一起连环凶杀案，而凶手则是已经死去的黄大仙儿和他的狱友。他们两人联手谋害了反扒队队长蒲苍流，又因为金钱纠纷杀死了放高利贷的王涛。至于二科2名调查员的死亡，则被外事处掩盖了一切信息。当我们离开八城时，已经没有人还记得除了蒲苍流和王涛外，还有2个人死在了这次的事件中。在当地殡仪馆，只有我们749局成员参加的悼念会上，林千怡看着2名调查员的尸体对我说：“49，这就是加入749局之后我们的宿命。如果不是他们2个留下的线索，或许我们还没法找到古镜，也就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在黄大仙的手中。他们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却没有人会记得他们，除了我们以外。或许是因为想到了他的父亲，我的养父林爱国。”林千怡在那天之后就沉默了许多，一直到我们乘着来时的飞机返回了东海。不知是不是因为最初是由我找到了关于古镜的线索，返回东海之后，原本是这次事件主要负责人的二科科长方健将事件的档案交到了我的手里，委托我完成这次收容物的调查报告。在得到高亮的许可之后，我便坐到了电脑桌前，开始了这次报告的撰写。不过在准备动手之前，我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关于这次事件似乎还有一个未解之谜，一直到我们离开八城时都尚未破解，那就是二科的调查员王阳明究竟是怎么死的。虽然黄大仙儿曾经亲口说过他并没有在镜子上写过王阳明的名字，但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我们也无法再对他进行拷问，确认他关于没有杀害王阳明的证词是否可靠。不过关于这件事情，我自己倒是有一个猜测，那就是在这次的事件中，王阳明其实是被那面古镜误杀的，而被他误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本名和那个放高利贷的人一样，都叫做王涛。王阳明只是他入道门之后取的道名，也就是说，当黄大仙在镜子上写上王涛2个字的时候，王阳明也同时不幸成为了诅咒的对象。不过这其中还是有个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叫王涛的人肯定不止他们2个。像王涛这样常见的名字，单单是八城那里恐怕就不止几千人。那为什么那时候唯独只有他们2个死了？关于这一点，我的推测是，很有可能古镜在下诅咒时，对于诅咒对象有距离上的限制。仔细想想，无论是黄大仙还是张安，在每次下诅咒时，其实都是在距离被害者不远处进行的。张安下诅咒时，就距离谢天豪只有1层楼的距离，而黄大仙每一次下诅咒时，第一次是在蒲苍流家的楼下，第2次则是在自己家中，但他在棚户区的那个贼窝，距离2个王涛也不过几公里的距离，甚至就连我当时也在赶往玻璃厂的路上，走路过去也就10几分钟的路。想来想去，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明为什么当时正在宾馆监视的王阳明会忽然间被诅咒袭击了。
我将这个猜测告诉了方健，在得到了他的认同之后，才开始这次报告的撰写，并且将我的猜测也加入了报告之中。事件等级1级，事件编号174，收容建议无需特殊收容措施，但无论如何都必须限制收容物与任何人员的接触，并且需要保证镜子不会出现破裂。收容物特征描述：收容物是一面年代未确认的古镜，据推测最早不会超过清朝末期。任何人在肉体接触到该收容物之后，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苍老的女生，并且将会得知收容物的能力与作用。只要在午夜0点使用液体在古镜上写下某人的名字，被写下名字的人就会在之后不久被古镜中的凶灵诅咒而死。根据调查员林49的亲身体验，被诅咒者将会在自身周围的镜子与一切类似镜子能反射光线的物体中看到一个面容如同70、80岁的老妪。这个老妪形态的女鬼就是诅咒的本体，只要看见她，被诅咒者的双眼就会开始流出血泪，并且伴有剧烈的刺痛感。与此同时，镜中的女鬼也会开始试图将双手伸出镜子，挖去被诅咒者的双眼。另外，根据推测，在施加诅咒时，古镜必须和被诅咒者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内，并且可能会在此距离内杀死与镜子上所写的名字重名的人物的性命。备注：无论何时都必须保证古镜完好无损，一旦镜子发生破裂，将可能释放出镜子中的女鬼。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女鬼将会开始无差别地对周围一切人类发动攻击，并且不再受到镜子的限制，可以自由行动。当出现上述情况时，唯一的应对策略便是让戴上眼镜的行动人员使用镜子类型的物体直接照射女鬼。完成上述步骤，女鬼将会重新被封印，而在女鬼消失的地方，被破坏的古镜将会在原地出现，并且恢复到被破坏前的完好状态。打完了报告，我和高亮说了一声，便拿着打印好的报告文件去了二科。虽然这份报告是由我来撰写，但是名义上此案件的主要负责科室还是二科，因此必须由二科科长方健去转交这份报告。当我来到二科的时候，正好看到二科的人手上拿着一张小纸条，在互相交流着什么。见到我来了，那些曾经在8城打过交道的调查员顿时和我打起了招呼。49，你来了呀？我点了点头，问了下方健在不在。他们看到我手上拿的文件，笑着指向一旁的科长办公室。这时候我瞥到了他们手上的纸条，发现上面都是些数字，便问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从他们的口中我才知道，原来今天是调查处的发薪日。听到这儿，我心里顿时一喜。进入749局已经快5个月了，但因为之前的实习期，我还一直没有领过工资。眼下总算是等到了我进入局里之后的第一个发薪日。一想到当初在合同上看到的那个数字，我就有些小激动，忙和他们告别，随后去办公室里找方健交了报告。回到3科的时候，我的办公桌上果然也放了一张工资条，除此之外还有一张银行卡。林千怡见我回来了，便告诉那张银行卡便是我以后的工资卡。这个月的薪水连带着实习期期间补发的工资都已经打在了卡上。49，你的工资卡临时密码是6个8，一会儿没事的话就去附近的银行自己改一下吧。好的。我拿着工资条，看到上面的5位数字时，心里忍不住想起了当初刚进入局里的时候定下的计划，那就是等到发了工资之后，一定要去探望一下江开的家属。想到这儿，我便问林千怡，我能不能请个7、8天的大假？没想到林千怡笑着对我说，请什么假呀？49，你当初没有仔细看合同吗？你现在本来就有1周的假期可以用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